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使用 ComfyUI 来训练 Flux 的 LoRa。那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讲过使用 Flux JVM 去训练 LoRa， 当然那个主打的叫做最便捷的方式，或者叫做一键式训练，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不用做任何的配置，你点击开始它就开始运行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就像傻瓜相机和专业相机一样，那么虽然那个东西很好用啊，但是你可配置的项呢比较少，所以说呢我们其实训练出来的效果呢并不是最优的。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更加灵活的使用 ComfyUI 来训练 LoRa 的一个流程。好，下边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LoRa 的效果。那我训练了一个呢比较大一点的 LoRa 啊，我们之前在 Flux JVM 里边呢它的DIM 也就是它的维度或者它的质呢都是4啊，这次呢我训练了一个8的，当然需要的时间呢会更长，这个 LoRa 呢也会更大。那我们看一下它生成图的一些效果。我们先看一下人物的一致性。那其实呢保持的都是很好的，那这是横屏的同样的一个效果，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呢都是比较漂亮，而且呢是一致的。那如果我们放大这个，你注意它在肌肤的纹理上其实保持的比我们之前那个要好啊，因为呢我这个 LoRa 可能更大一些。那这个 LoRa 到底怎么训练呢？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用到的扩展程序。那我们用到的是 K 神的这样的一个扩展啊，叫 ComfyUI Flux Trainer。当然我们从这个名字上也能知道它是一个 Flux 的一个训练工具。那这里边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大家还是看明白为好啊。那为了大家看清楚呢，我把它翻译一下。大家注意啊，他在这个免责声明里边提到了，他在之前呢是没有什么训练经验的，所以说呢，他只是做了这样一个工具，你尽量的呢不要向他寻求什么建议。而且他也提到了，就是他所有的这个里边的参数呢，默认参数是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的，他只是从这里边找了一个值。那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工具为什么出来之后可能没有特别好的应用起来啊，因为我们其实用它的这个默认参数可能训练出来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另外呢他也提到这是一个实验性质的。那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安装。安装之前呢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就是 Touch 的版本呢一定是 2.40 或者更高。那所以说呢大家在安装之前呢还要检查一下。那这个怎么检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会用到这样一个命令啊，叫 pipelist find string -i 的意思指的是不区分大小写，然后呢我们找一下 touch。那这个命令的意思是说，我们呢通过 pipelist 来找到我们安装的所有的第三方的扩展包，然后从这里边找一个字符串，而且忽略大小写，它的关键字呢是 touch。大家注意啊，我安装的 PyTouch 和 Audio 和 Vision 就是视觉声音和 Touch 的主干的模型呢都是 2.40 的，那基本上是符合我们安装这个需求的啊。然后呢你再进行安装。安装的话呢也比较简单，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要进到 ComfyUI 的 Custom Node 里边，然后呢使用 Git 克隆将这个仓库呢给它克隆下来。这个唯一的要求呢就是你这个网络呢要保持良好。下载完了之后呢我们要进到这个目录里边去。下面呢我们来安装一下这个扩展就 pipe install -r requirement.txt。 这样呢我还是强调一下，它用的是国内的清华源啊，这样的话速度会更快一点。然后它开始安装所有的包。装完之后如果有红色的是说当前这个包可能跟其他的程序有一些不兼容的地方，比方它会给我的 Stream Diffusion 它是不兼容的，主要是在 Diffuser 这儿。这个呢你需要判断一下它跟你冲突的这个包使用的频率怎么样。如果你经常用这个包的话呢，它如果冲突的话你就想办法解决这个冲突。一般的都会在 Diffuser 这个上面，这样呢我就不管它了啊，因为它适合我的 Stream Diffusion， 这个我基本上是不用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安装好了。那你要注意啊，安装好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扩展的节点，或者说它借助的第三方的这个节点呢我们需要装一下。这些包呢大家基本上呢都是用过的啊，
另外你要注意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VE 这个东西，我们训练的时候呢，一定用的是普通的 FP8 或者是 FP16的版本。那这个呢，它这儿提供了一个链接，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的话，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你打开这个链接，你注意它的大小大概在335兆，你只要看这个大小，如果你发现你现在已经下载的这个东西它是那个180多兆那就不行啊，应该是335兆这个东西。它的名字这个大家应该用的也很多，叫 AE.Safe Tensors。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般你在之前是下载过的，如果你没有下载的话，或者你不确认是不是，你就从这儿呢给它重新下载一下，放到你那个 VE 的文件夹里边就可以了。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这个下的不对的话呢，它那个训练是跑不过去的。那其实训练本身呢是比较容易的，反而训练之前的事情呢，我们需要做很多。那比方说呢，我们需要有一些训练数据。大家对我这儿有一些训练的数据，这个数据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之前呢做的一些图片，这个跟我们之前用 FluxGM 呢做的是一样的。你注意啊，现在这个的大小的版本是1024×1024。那首先呢，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数据集。你注意啊，在这儿的话呢，我希望只训练这张脸。当然，这也就是我给大家讲，我们在实际训练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事情。因为呢，我在这个图片里边，大家注意，一个人物的面部、他的头发和他的衣着呢，可能都会被作为训练的一些元素给添进去。那如果我只想训练这个人脸的话呢，我会想办法把人脸给它抠出来。另外的话呢，我还希望给它加上一些提示词，也就是我们说的打标记。那这个呢，都必须提前准备好。它准备出来呢，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有一个图片。同名的，你要注意啊，同名的有一个我们的提示词的这样一个标注文件，基本上就这两个结构，这个都是我们训练之后生成的，不用去管它啊。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图片一个提示词，一个图片一个提示词，一个图片一个提示词。那这个怎么来呢？我们不可能拿手动去做啊，如果你十几张你去一个一个做当然也行啊，但是会比较麻烦。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借助工作流来完成这个事情。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去做。新建一个文件，把这个默认的工作流给它删掉。那你要注意啊，我们要做这个呢，完全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设置。那么你在这个工作流里边，希望你能够明白，那么全自动的这种打标它到底是怎么去做的。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加载图片，我们先把主流给它做出来啊，我们就直接来打开一张图片，然后把人脸给它抠出来。Scale Factor 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很多遍了，我这儿给到 3.0。这个节点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它剪出来的呢都是方形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用其他节点的原因。那我们跑一下这个流程，大家看一下。现在呢就是我们拿到了这张图片啊，那其实呢我们是把它的面部的部分给它裁剪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大家注意啊，现在这个图片的大小是480×480。它其实离512呢还是要差一点啊，但是差的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说呢，你如果直接用这张图片给它缩放成512，这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可能这个图片比较小，所以说我们就涉及到要把它放大。那放大成512×512，那这个怎么去做呢？你可以先把它放大成1024×1024，然后经过一轮重绘啊，或者叫优化，或者叫 upscaler， 然后再把它缩成512×512，这样的话呢，这个质量才不会失真。所以完整的流程应该是这样跑啊。如果你现在这个你把480扩成512，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说呢，我们下边要做的是先把它进行一个缩放。缩放的话呢，我们同样会用 Scale to Megapixel， 然后我们将它缩到一个完全的高清的图片。进行这个操作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的大小就变得非常大了。这时候呢，它的大小就是1024×1024，所以说呢，它可以直接用吗？可能也行啊，但是这个有一些像素的信息可能会丢失掉，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把它给重绘一下。重绘的话呢，你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可以用 Flux， 当然呢你也可以使用 SDXL， 这个都可以啊。这样呢我们还是使用 Flux， 让大家觉得更像在一个生态里边来玩这个事情。这个呢我们就起个名字 set node 一下啊 ，set node 名字呢我们就叫做 face，叫啥都行。下边呢是一个放大的流程，放大流程我们说过很多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直接来
先加载一个 Flux 的基础的工作流。待会儿由于我要使用 ControlNet 嘛，所以说我还是把这儿调整一下，这样它就更直接一些。这儿我写什么呢？这个你还是写 Masterpiece Best Quality。我们先这样写，待会儿我们再替换。因为呢，我们待会儿还要打标嘛，所以说这个总要替换，但是我们总得一步一步的做啊。然后这儿呢，我们来一个 Case Sampler， 除了 Latent 之外，把能连的都给它连上。为什么 Latent 不连呢？是因为我们的 Latent 是进行放大啊，所以说我们先取到这个人脸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下 VE Encode， 那这个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处理的这个 Latent， 而现在这个其实是没有用的啊。下边呢就是我们放大的时候呢需要用到一个保持一致性的东西啊，当然如果你放大的不是很大的话呢也可以不用啊，但是我们现在480到1024这个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是不能省略的。我们同样是用 ControlNet 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是用 Flux 的 Upscaler 那个模型，强度给到 0.75，结束的百分比同样是 0.75， 正向提示词拿过来，反向提示词拿过来，然后经过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新的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啊，然后呢我们给它连回去就可以了。那这个流程呢基本上就有了。那下边呢我们来调整一下参数，25步采样1，这个我默认就行。我们先看一下效果，这个我们忘了一个事情，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放大之后的一个图片。这个呢你可以适当的来调整强度啊，让它变得更舒服一点。0.75 如果你觉得还高的话呢，可以再降低一点，比方你可以到 0.55。 我们的前提或者说你的视觉感觉就是看你这个皮肤的细节保持多少啊，现在皮肤的纹理呢其实保持的有点太过，这个就有点太平了啊，看这个皮肤这个质感又出来，这磨皮的效果和塑料质感了啊，算 0.7 吧。我们做演示嘛，就每一个可能要调到一个合适的参数不太容易啊，所以说呢我们就 0.7 它出来是什么样就算什么样。感觉还不错，这个皮肤的纹理还是非常好的保持下来了啊。那这个完了之后呢，下边我们要把这个提示词呢给它换掉，因为我们回头要打标嘛，所以说呢我们会在同一个流程里边将打标和处理图片呢全部给它做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先把这个转成一个输入，然后呢我们用 Florence 来进行打标，加载 Florence 模型，图片当然就是我们原始的图片。那我们给它的任务是 More Detail Caption， 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得到一个提示词，那我们可以把它输出一下，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提示词给到我们的 text， 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相对来讲呢会更清楚一些，而且一些这个纹理呢就变得更加的清晰。那这儿呢就会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提示词。那有人说触发词怎么办？你可以加进去。这儿我告诉大家，就 Flux 里边训练人物的时候，触发词要不要的，其实这个都无所谓，因为你即便是要，那么它其实在后边你不加，这个效果也是有的。那触发词只在什么时候起到比较大的引导作用呢？就是风格训练的时候，我训练不同风格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有这个不同的触发词的。如果是训练人物，触发词可有可无，当然我们还是按流程走啊，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加一个触发词。这样的触发词我们就用 GunLoss 啊，下边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节点将它们连接起来。第一个输入呢就是我们的触发词 GunLoss， 中间的分割符你可以用逗号也可以用空格，我这儿用逗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这个 text 提示词，然后这个结果呢我们一方面把它输出看一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把它给到这个 text。
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注意啊，现在呢我就加上这个触发词了，然后采样的效果不用去看了，就是基本上这个流程是这样。然后呢有人说那我怎么自动化呢？自动化当然指的是我现在要一下处理多个这个图片，所以说呢我们这儿就得换一下，这儿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流程，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程叫做动态加载图片。我们先来看它是怎么加载的啊，为了大家看得清楚，我现在把这个流程给它做一个 group， 我就不起名字了，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把它禁掉，占用资源比较大嘛，我们就看这儿。大家注意啊，在这儿呢我们会从一个目录里边读取所有的图片，然后这个 index 呢就是从0开始，然后把所有的图片拿出来之后，通过这个 get image range from batch 从里边的内容一张一张的把这个图片取出来，取出来之后那我可以把它显示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每执行一次，大家就会看到我取一张图片出来。下边呢我把这个我们存储图片的这个目录给它粘到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我现在第一次执行，这样我把这个也给它禁掉，我们只看这个。把这个 CRC 的呢指的是我怎么取，你这儿是随机取是吧？现在呢我们把它变成按顺序取，我们从0开始，每次让它增加。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让它取，这个就是第一张，大家注意第一张，然后呢我再点第2张、第3张，是因为我这个 seed 在不断的增加。第4张，我这个是防止这个超界啊，就是如果说我现在给的是180，当然我那个目录里边没有180，那我180除以整体的个数再取余数，那这样的话呢我生成那个图片的 index 呢是永远不会超过总的这10张的，总是在0到9之间的啊，所以说呢就比较合适一点。这儿呢还可以判断一下，就是说你一共取几张，比方我现在就取4张，那我可以选4，我还是从0开始，大家注意啊，第1张、第2张、第3张、第4张、第1张、第2张啊，每次取这4张。当然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因为我们也不可能把它取2遍啊，就是用起来就比较简单了，我们把这个给它干掉，然后这儿呢我们直接连上就可以了。那这样这个就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一个东西。但是光有这儿还不行啊，我们还得把对应的内容给它存起来。要存的地方有2个，第一个是这个最终的这张图片，第2个是我们这个标的这个文件啊，所以这2个都存起来。那这个存的标准是什么？大家注意啊，我存的标准其实是这里边的，就是我是第几章1.png 1.text 对吧？注意这是一个 int 啊，所以说我们先把它转一下 integer， 给它转成一个 string，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 set 一下，这个我就叫做 file index。 下面呢我们先存文本文件，这儿呢有一个叫 save text file， 这里边有很多，那比方说你可以用这个啊 cr 的 save text to file，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转成一个输入，然后把这个 string 拿过来。那你要保存到哪个地方？这样我们在这儿再新建一个文件夹，我这不是有了一个了吗？我再新建一个 train data 1，点开它，然后把这个目录给它粘上。下边 file name 这个就得转成输入，那用我们刚才的那个 file index 来填充它，那这个呢就可以了啊。然后是这个的保存，这个保存呢你可以简单一点，因为它默认就是保存在我们的 output 目录里边嘛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用一个 save image， 然后我们把这个 prefix index 给它转成一个输入，然后同样是用我们的 file index， 然后来作为我们存储的文件名。你要注意啊，这个存储的文件名只是个前缀，它后边还有一串数字，不用管，我们待会儿稍微的调整一下就行。
下边呢我要做的其实很简单，我把这个种子给它制成0。你注意，我现在一共是4个啊，那所以说呢，我把队列数量制成4。下边呢，我们直接跑一下这个流程就可以了。好，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就跑完了。跑完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 Data 1里边4个这个文件文本的。那我们的输出里边，在 Output 里边呢把它拿过来，改个名儿，必须同名啊，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哪个图片是哪个的标注呢？对吧？虽然这个当然也可以写程序啊，你让人工智能帮你写一程序一执行就行，但那个呢就有点这个为难大家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直接手动改一下，因为一共顶多20多张或者是几十张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刷新一下，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训练的数据，我这儿只采用了4张，是为了方便待会儿给大家演示。那这个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剩下的就是怎么来训练这个东西。训练的方法呢，其实也很简单。那首先呢，我们来加载一下它给你的官方的这个训练的流程。大家注意，在我们的 ConfigUI 的目录里边，然后呢，我们进到 Custom Node 里边 ，Flex Trainer， 在它一个 Examples 里头呢，我们会有一个它提供的一个标准的训练的流，大家看一下。这个流呢，其实比较复杂啊，我们需要把它优化一下。这个东西它是加载数据集的。这儿有一个默认配置，不用管它啊。这个数据集呢，它现在有3种尺寸啊，一个是512的，一个是768的，一个1024的。我们现在只有512的，所以说呢，我把768的和1024给它删掉。然后这是你那个目录的位置，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目录给它粘上去。下边呢是你的触发词，别的不用动啊。然后我们进到这里边，这里边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训练参数，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节点。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模型。模型的话呢，首先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 FP8 这个版本，然后这个 VE 一定要选对了啊，一定要选的是380多兆那个，这个你选错了，这个就会出错。这个呢，我们同样是 Clip-L， 这个是那个 T5 的编码器，这个我们用的是 FP8 的版本。然后你注意，它这有这样一组节点啊，这组节点叫做验证节点。这个验证节点指的是说我训练 N 步之后可以采样一下，看一下效果。这个呢是比较耗时间的，我们把验证这个部分给它删掉。我们都不要验证的这个部分。验证的提示词它这作为输入是不合适的啊，因为你现在不验证啊，它这作为一个连线的输入项，这个是不合适的，我们把它转回成标准的输入项啊，叫 widget。它现在其实就变到这儿了，这个你填不填都行，因为你现在并没有验证的这一项。数据集是从这儿连过来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这个 Optimizer， 一般我们叫优化器。优化器的话呢，别用这个，因为它也提到了，它给到的优化器或者它给到的所有默认参数呢，我们基本上是只能作为一个流程完整的一个补充啊，它随便拿了一个。那这个我们用哪个优化器呢？我们还是用 IDA 的这个。然后呢，这儿我们用一下1，这个地方呢我们用 constraint 啊，这样就可以了。别的地方不用动。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参数啊，这参数呢，你注意，这是你这个 LoRa 的名字，我现在叫做 GANLOSS V9 啊，现在我已经是第9个了。然后它输出路径，我们同样是存在这个地方。下边呢，它的大小啊，就是它的维度，在 FluxGM 里边默认是4啊，你这个越大，训练时间越长。16呢，训练时间就很长了啊。这样呢，我们用4就可以。下边呢，你要注意这个地方，就 Network Alpha 这个东西呢，在 FluxGM 里边是没有的。它其实呢，你可以认为它从多大程度上去改变原模型。这个数值越大的话呢，它改变原模型的能力也就越强。当然，它的收敛会很快，但是容易过拟合。越小呢，能更大程度的保持原模型的这个特点。它建议的值呢，应该是从1到64。那标准的使用，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可以直接用16。这是一个标准的用法。下面这个步数你得自己算一下啊。我们希望是每一个图片呢训练10次，就是让它
重复的训练10回啊。那由于我们是4张啊，所以说呢一共是训练40次。然后你训练多少轮呢？一般呢我们按照 FlexJM 应该是16轮，他认为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步数应该是640步。如果是10张图片的话，这儿应该是1600啊。一般呢我们是训练16到20轮啊，到30轮就顶天了啊。或者说你再简单一点，如果你再不想去过多的记这个数的话，你认为10张图片2000到3000都会有不错的结果。再激进一点，1600到2000之间都会有不错的结果啊。那我这是4张嘛，我只能做演示啊。然后呢，由于我这个是512的，所以说这个 T5 的 Attention Mask 需要用上，所以说这儿设定 True。你注意这儿，这个呢非常有用啊。如果你的显存比较小，你可以开启这个 Sleep Mode， 它的意思是可以将模型在内存和显存之间进行切换，这样的话呢速度会比较慢，但是呢可以用较小的显存训练出较大的模型。那由于我这儿就4张嘛，这个还不至于啊，所以说呢我这儿就直接用了 False， 别的呢不用去改。下边是我们存储这个模型。存储你这个训练出来的模型的话，你要注意，那我们每隔多少步存一个呢？你比方说你要是640，那就是如果分4块去存，就是我存4个模型的话，应该是每160步存一张。所以说呢，我们这儿都改成160步存一张，这个也是160步存一张。完了之后呢，我们把不必要的给它删掉，因为我们现在验证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不需要底下这些。给它删掉，删掉之后你要保证你这个 trainer 要直接连到下一个的 network 里边去，这个完全是为了提升这个训练的速度，它的精细一点。你要注意这个连线方法是串联着往后连就行，然后后边这个就完全不要了。那现在呢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优化好的一个流程。我们说一下啊，这是数据集的部分，这是训练参数的部分，这是我们存储模型的部分。完了之后呢，下边我们就直接跑就可以。第一步叫做初始化训练模型，它能跑过去，后边就没有问题。如果它这儿报错，那很大程度上啊，是因为你这儿这个 VE 选的不对，因为别的不太容易出错啊，你就看这儿你是不是选错了。那这个报的错误是什么呢？那报的错误是它取到了一个空的张量啊，具体的错误我忘了。那如果你发现有什么空张量，或者说不能移动这个张量，因为张量为空，那一般呢就是这儿有问题。到这儿呢开始训练，大家注意。那你可以在后边的控制台里边看到训练的这个过程。大家注意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训练，这是160步的第2轮进行了1%，然后你注意这个吞吐的这个值呢在不断的往上提，然后你就等着就可以了。我们在 FlexJM 里边训练一个4个图片的 LoRa 的话呢，大概是用20多分钟啊。这个呢，我没有测试过4张图片的，所以说我们实测一下。另外你要注意啊，在 FlexJM 当中我们会有报内存的这个问题，但是在这里边是没有的，因为呢，它在内存的优化和调度方面呢做的还是挺好的。那我们等着就行。现在呢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大概用了20分钟左右，那就是比那个 FlexJM 的可能要稍微的快一点，快2分钟。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Tree Data 里边看到你的4个 LoRa， 然后呢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然后扔到我们的 CompUI 里边 Models， 然后 LoRa， 这里边呢有一个叫 Custom Train 啊，那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GainLoss V9， 把这几个粘上。其实呢你可以只粘最后一个啊，因为我们本身的话呢这个图片比较少，只能做测试，前几个应该质量不会太好，不是说生成图片质量不好，是说一致性可能不太好啊。所以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切一个标准的 Flex 的工作流，然后呢我们刷新一下这个节点，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个里边找到，这个好像还没刷出来，我们再来一遍，刷新这个节点。GainLoss V9 我选择640这个版本，权重呢我可以给到 0.7 或者是给到 0.5 都可以啊，然后别的不用变。下边呢我们给它一提示词，然后呢我们生成一遍，大家感觉一下。
大家注意，我这儿的设置呢也是 3.5， 我们看着它的大小也是30多兆，所以说这个跟 FluxGM 生成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来看着这个人物，这是竖屏的啊，我们再生成一张。来看一下这个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注意它的锁骨的这个部分会非常的突出，是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个训练数据的时候，其实这个脸切的不是特别正啊，每一个都比较突出这个锁骨的部分啊，所以说呢，你就会发现你生成的这个也会有这样的特点。当然呢，这是竖屏的啊，我下边可以生成一下横屏，大家看一下。那我这儿是1280，然后这儿是720，大家看一下。脸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想呈现出来那个比较好的质感，可能还是像素点不够啊，所以说有一些油光发亮的这个效果。这个呢，你可以调整一下 Guidance 这个值，我们给到 2.5， 然后 LoRa 的值呢也可以稍微的降一点。如果你觉得你只是想要一个比较漂亮的一致性的人物的话呢，可以稍微把它降一点。大家看一下。它皮肤的质感呢就出来了，而且这个人物呢可能更接近 Flux 的人物，但是一致性是有保证的啊。你 0.5 你这边再生成一张，大家看一下，就比较明显啊。这个当然没有 0.7 的时候它整个一致性保持的那么好啊，但是呢也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当然这必定是4张图片的一个演示效果，大家呢可以回头试一下。好，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